中国所谓的天才美女作家蒋方舟被学校撤除了硕士学位，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比这个事儿大的太多了。在后边呢，蒋方舟中国网友呼吁不能完啊，要严惩他呀。因为什么呀？因为蒋方舟拿了日本的钱，还去看和吹日本的脱衣舞，跟一群这个大老头子在一块儿啊，去欣赏日本的脱衣舞娘岔开大腿转圈儿。而且呢，越扒呢越毛骨悚然，蒋方舟竟然侮辱中国的解放军子弟兵，然后呢说中国钓鱼岛让给日本。那蒋方舟那是不是还得这个应该是这个中国有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先烈保护法啊，还是说这个领土完整的有关法律？那蒋方舟是不是还得抓起来坐牢啊？这可真不一定啊，朋友们来看看啊。这个天才少女的人设呢，最终还是崩了。其实关于蒋方舟的质疑呢一直存在，少女作家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仅仅靠一些散文撑场面，对吧？这个按照大家的想法来说，你是作家最起码要有代表作吧。比如说韩寒啊，虽然是说这个代笔之类的，但他有三重门、长安乱，郭敬明有小时代。那么蒋方舟有什么了呢？他的作品呢就跟现在的这种流量明星的演技一样，仅粉丝可见，没有真本事呢迟早要露马脚。蒋方舟的麻烦远远不止被取消硕士学位这么简单呐。7月13号夜里边，先是人大发布调查通报，然后新华社转发确认蒋方舟论文涉嫌学术不端，取消他的硕士学位。蒋方舟呢随后道歉，向读者和老师道歉，没有其他过多说明。最开始呢，清华大学的肖英教授举报蒋方舟论文造假，蒋方舟不服，愤怒的发文自证，人大的第一轮调查也没问题，本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想到没几天来了一个大反转呢？论文证实造假，学位取消，蒋方舟道歉。这意味着以前对于蒋方舟的种种质疑声终于有了反馈，他过往的言论更是被扒，超级毁三观。蒋方舟曾经拿了日本外务省的钱去日本游学1年，回来以后写了一本书，然后在各种场合夸他见到的日本。比如说日本的脱衣舞，他不止一次的赞美，说人们看那种表演就像看一个严肃的话剧，没有下流，全部都是真心的崇拜。你能想得到吗，朋友们真不愧是他的导师阎连科硕导带出来的好学生啊！你先观看日本脱衣舞的那个描写吧。但这还不是最令我惊讶的，最令我惊讶的和疑惑的是，每个舞蹈都有一个高潮的环节。高潮的环节就是舞者跑到舞台最前端的圆形转盘，侧卧在地上，啪的打开大腿，两腿呈75度角，展现他们没有任何遮掩的隐私部位。转盘旋转一圈，确保每个角度的观众都能看到，像一块顶级的金枪鱼，接受时刻的检验和赞美。这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一边跟着其他的观众鼓掌，一边在想，我这是干嘛呢？掌声里没有任何淫荡的意味，而是一种真心诚意的赞美。
就像给空翻之后稳稳落地的体操运动员的掌声。可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他们在称赞什么呢？舞者的勇气，职业人的作风，还是那个部位的美丽？咱且不说啊，脱衣舞这个日本的奇葩表演，就说一个成年的中国女性坐在一堆60多岁的日本老男人群里边，看着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最后还跑到舞台的最前端的圆形转盘，啪的打开大腿，展示他们没有任何遮掩的那个鲍鱼啊！说蒋方舟，你不也是女性，还能跟着一起看，还能一起鼓掌赞美，那么赞美的是什么吗？能说清楚吗？一堆老男人看一个脱光衣服的女人，蒋小姐竟然能毫无羞耻之感，一起欣赏去鼓掌。作为女人，难道不应该误伤其类？这样的场合没有一点羞耻感，看来蒋小姐接受的教育的确是与众不同啊。那个蒋小姐东京的1年拯救了我，是这个样子被拯救出来了吗？连现场的男嘉宾啊都那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啊！啊，蒋方舟这么开放的吗？可以说呢，他一点传统文化没学，或者说是传统文化没有渗透他啊。外国的开放，蒋方舟蒋小姐是全盘接受，以此为荣啊，对吧？啊，你再看看这个故事，就更令人这个惊掉下巴了。说听人讲过一个故事，是一篇好短篇的胚子，在部队，嫂子千里迢迢来看排长，排长派小士兵去接嫂子，路上年轻的小士兵就把嫂子扑倒在草丛里边，久而久之，嫂子很爱来看排长，小士兵也很爱去接嫂子。草丛里的事儿排长知道吗？知道，他故意安排的，他知道以后在战场上心中有愧的小士兵是会替自己挡枪子儿的。这样的故事，蒋方舟能看作是好短篇的胚子，把这个故事还发到网络上宣传。蒋方舟受的是什么人的教育啊？有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啊？这不是在侮辱军人军队吗？最起码的底线良知都被教育的失去了吗？这样的神童，这样的大学生，这样的硕士学位，这是我们当今所需要的吗？啊？你再看看吧，这是简直是让人那个无话可说吧。你再看看蒋方舟，从可能我16、17岁开始，然后成年世界，然后就不断的给我画出各种他们觉得我应该走的路，比如说媒体人，比如说公共知识分子，比如说小说家，然后甚至是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更多元的，你还可以做个演员吧。那我觉得我小时候也会被，特别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刚来北京，然后一个小镇青年，然后完全被大城市的五光十色所吸引，完全被成年世界和媒体世界的各种声音所吸引，所以那个时候也在想啊，我应该成一个媒体人，我应该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就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我觉得还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你会发现啊，很多事儿，很多角色其实并不适合自己。比如说我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媒体人，因为我觉得我对很多的社会热点是不感兴趣的。前段时间大家讨论王宝强离婚，我觉得这有啥好讨论的，就是而且你会有一种本能性的厌恶，你就对于这种我觉得是伪热点吧，就是有点不想不听不看然后就是这样的心态。但是当一个比如说你当新周刊的那个副主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关注这样的可能这个眼球眼球这个注意力特别高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不因为现在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其实是落在或者看似是落在年轻人的手上，大家都要用年轻人的话
网络语言去说话，然后又关心年轻人关心的事情。那这一点其实跟我的本性也是不一样的。我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一直是对年轻这件事很警惕，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做太讨好年轻人的事儿。我对网络语言这件事本身也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对所有新的技术我也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不太适合做媒体人。那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太适合做意见领袖，因为我没有那种振臂一呼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荒原狼，就是很孤独的，希望在别人的世界里面得到一点温暖，而不是需要有众多的粉丝来跟随。拿了日本的钱以后，说东京拯救了他，那都拯救了一些什么呢？说这个东京啊有冲水马桶，一个叫阴机的按钮啊，然后呢你在那个屎尿的时候，为了怕别人听见声音，你就摁它，然后它就会发出来一些这个声音来掩盖。你说日本多先进啊，夸日本的马桶。那更为严重的朋友们在这儿呢。钓鱼岛问题，哪怕是开玩笑似的两个友人的对话，但是拿到媒体上就不是小事儿。你这是说钓鱼岛是日本的，不是中国的吗？你有什么资格去谦让中国的钓鱼岛啊？啊？还有这个，说有朋友过生日，刚短信祝他与党同寿，会不会被绝交啊？你的意思共产党命短呗？这都敢调侃，你胆子得多大呀？更令人担忧的是蒋方舟这是有一群什么样的粉丝啊？粉丝随正主啊，三观堪忧啊。蒋方舟被查出来学术不端，粉丝竟然安慰他学位不重要，学问才重要，是不是硕士我们都支持，我们还想听你的直播呢。自古歪理邪说更容易蛊惑人心，更容易有追随者。你看看这些忠实的粉丝啊，所以说中国的网友都呼吁啊，这个事儿不能完啊，撤销他的学位就完了吗？没那么简单，这只是开端，是对他清算的开始啊。也有媒体发现，就在这个当口，蒋方舟突击卸任了公司法人，由母亲代理了。他的高考分数也被扒出来了，仅考了117分。你要说他语文见长，怎么也得130分吧？事实是他的分数还不如某些理工科的语文分数高。这是牵扯到学术腐败了吧？汤家凤早就呼吁严查蒋方舟，因为他的某些言论立场让人起疑心呐。没完，继续查吧。点个订阅，下集再聊。